早在2021年4月2日，阿曼达就已经预言了台湾，说共军的舰队会在海上沉没。有的版本更精确，说是台湾外海；有的版本更耸动，说是整支舰队覆灭；有的版本甚至加上了时间，说应验就在这几年。这句话在中文的预言圈里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被反复引用，被拿来当作另外10几则预言的佐证，被写进无数支影片的开头。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2021年4月2日那份原文是公开的，是可以查的，是阿曼达自己的部落格在隔天亲手贴上去的，而那份原文里面没有台湾这2个字，一次都没有出现。原文里也没有沉默这个动作，整段海上的叙述用的动词是掉头，是被逼退，而原文里真正被指明的那个国家不是台湾，是菲律宾。所以问题就变成了，那句话是谁加上去的？这不是一个抓谁说谎的故事。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条加工链上很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存心要骗你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很合理的，甚至出于好意的事。可是这些小事叠起来，最后长出了一句原文里完全不存在的话，而且这句话点明了我们住的这座岛。我们先回到原文，那份文本挂在一个非常朴素的地方，一个免费的部落格平台，版面老旧，字体是预设的，看起来像10几年前的网站。标题就叫做来自主的话语，2021年4月2日，发表时间是隔天，也就是4月3日的晚上10点多，美东时间。底下有40几则留言，这就是这句预言的原产地，不是新闻稿，不是出版品，不是官方通稿，就是一个部落格贴文。这一点本身就值得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在中文世界里看到的版本通常包装的非常正式，会说某某先知在某年某月正式发布，会配上庄严的音乐和字卡。可是它的源头是一个人在自家电脑前面打完字，按下发表，中间没有编辑，没有查核，没有出版流程。这不是在贬低它，这只是在还原它。你要判断一份文本，第一步就是知道它是从哪个管道出来的。文章的开头是一段标准的颂赞，接着进入正文。第一句话用的是以赛亚书的意象，等候的人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然后转入主题，说现在是一个大挤压的时刻，一人往前推进的同时，恶人会被推上打谷场，被反复脱力，藏在暗处的东西会被打出来，摊在光下。打谷场这个意象很重要，因为它是接下来整篇文章的骨架，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物在这篇文章里都是谷物，都要上场被打。在我们谈那段海上的话之前，我想先让你知道这篇文章到底有多长，因为这件事直接决定了后面所有的讨论。这一篇不是一则短短的预言，它是一篇长文，密密麻麻，几乎没有分段的逻辑，一个主题接着一个主题往下滚。我们粗略的数一下它涵盖了哪些内容。他谈以色列与伊朗的河流，他谈实验室与核子设施会被连锁反应摧毁，他谈边境会有一波涌入的人潮，其中混着带着攻击蓝图的人，他谈军中会出现内部斗争，军官对抗军官，而海上的将领会被揭发，被羞辱。他谈明年这个时候老鹰之国会不一样，会有一次大扫除，横跨情报、军队、政府和教会。他谈要注意纽泽西南部，还有华盛顿当年横渡德拉瓦河的那个地方。他谈会有一丛燃烧的荆棘，过去几位总统的家族将被清算。他谈春天会结出夏天的果子。他谈俄罗斯会有一颗炸弹，会惹出一个大麻烦。他谈龙织了一张网，跟这张网连在一起的市场和经济会崩盘。他谈地下教会会被保护，但他们的通讯会被查出来。他谈一则被拦截的讯息会阻止一场大型攻击。他谈那位年迈的领导人会有一次更严重的跌倒。他谈要盯着桥梁、火车、货运和航运。他谈社群媒体巨头的头部会挨上一击，那一击会响彻全世界。而海上那一段只是这一整片内容里的其中一小节。我先把这个结构点出来，是因为它解释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一篇同时提出几十个方向，而且每一个方向都用象征语言表达的文本，在统计上几乎必然会命中一些东西，不是因为它神，而是因为它多。这叫做散弹效应。你朝着整片天空开一枪，
总会打到几只鸟，而事后被拿出来展示的，永远是那几只鸟，不是那一整片空的天空。好，现在我们回到那段后来让他在2023年、2024年被大量引用的话。他说，一位阿亚图拉和一条龙已经合流达成了协议，而这场交易的彩头是以色列的毁灭。他说这两个国家背后侍奉的是同一个掌权者，如今时候到了，他们都要上打鼓场。他说这些协议在神眼中不过是尘土，是毫无效力的合约，是花钱买凶。他说会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化学反应被触发，摧毁这两个国家的实验室，还有他称之为核子盾锅的东西。请注意，这一整段的主题是以色列，是伊朗，是中东。龙在这里是一个配角，是伊朗的合伙人。这段话在2023年10月之后被大量翻出来重读，被说成是惊人的预先命中，因为那时候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中东的战火刚好构成了一个可以对得上的画面，这是这篇文章真正出名的原因，而这个原因跟台湾毫无关系。那么海上那一段在哪里？他在文章的后半段，前面刚讲完边境，讲完军中内斗，讲完老鹰之国明年会不一样，后面接着讲俄罗斯会有一颗炸弹，海上那一段就夹在中间。他说了什么？我们把他的内容拆成几个要点，这样比较不会失真。第一，龙会在海上发动一次强势推进，背后有波斯撑腰，目的是夺取不属于他的领土。第二，主会搅动海浪，让灾难落在那些船上，于是许多船会掉头。第三，经过一连串的攻击和无法解释的事故，会逼出一次大转向。第四，就像那艘货柜船被转过来一样，龙的舰队也会被同样的转过来，被驱赶回去。第五，至于他们准备把炮口对准谁，答案是菲律宾正在呼求，主听见了那些忠信之人的呼声，主会保护他们的土地不受恶意的侵犯。好，现在我们可以来对账了。第一件不见了的东西是台湾。整篇文章从头到尾出现过的地名和国名包括以色列、美国、波斯、伊朗、俄罗斯、摩押、菲律宾、纽泽西南部、德拉瓦河、北美洲的南北两端、华盛顿特区。中国从头到尾都是以龙这个代称出现，台湾一次都没有。不是讲的比较隐晦，不是用暗语代称，是根本没有这个位置。第二件不见了的东西是沉默，这一点更关键，因为它牵涉到动词。原文用的动作是搅动海浪，灾难落在船上，掉头，大转向，被驱赶回去。这一整组动词描述的是一支舰队被迫放弃任务，掉头返航，没有任何一个字在描述船体进水，船身倾覆，人员罹难。掉头跟沉默在军事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在情绪上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支被逼退的舰队会回来，一支沉默的舰队不会。这两句话带给观众的心理效果差了108000里。第三件事不是不见了，而是被换掉了。原文明确指明的受害者是菲律宾，这不是一个模糊的暗示，这是那一段的收尾句，是整段话的重点所在。整段海上的叙述是为了铺陈菲律宾的呼求而存在的，把菲律宾换成台湾，等于是把一段话的主角整个换掉，然后保留其他所有的装饰。那为什么原文会讲菲律宾？因为2021年的3月和4月，菲律宾正在发生一件很大的事。3月7日开始，菲律宾方面陆续发现，在南沙群岛的牛轭礁一带聚集了大量的中国船只，菲律宾称这里为朱利安·费利佩礁。到了3月中，计数的数字定在220艘左右，这些船整齐地并排系在一起，4艘一组，一组接着一组，沿着那个回力镖形状的礁盘内侧停泊。菲律宾方面指出，天气明明是好的，这些船却没有任何捕鱼的动作，而且入夜之后全船灯火通明地停在那里。3月21日，菲律宾国防部长要求中方立即撤走这些船，用的字眼是侵入。隔天3月22日，菲律宾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这些是渔船，因为海况不佳，在礁边避风，这很正常，希望各方理性看待。这件事在3月底到4月初，是国际媒体上非常热的一条新闻。4月3日，也就是阿曼达那篇文章贴上网的同一天，《纽约时报》刊出了一篇报道，
讲的就是中国用成群的船只收紧对南海的控制。而在更早之前的1月，中国刚通过了新的海警法，这是整个事件的背景。牛轭礁的位置在菲律宾巴拉望岛以西大约175海里，落在菲律宾主张的专属经济海域之内。换句话说，那段海上的预言写的正是当周报纸头版上的那件事。龙在海上推进，夺取不属于他的领土，炮口对准的是菲律宾，菲律宾正在呼求。这些全都是2021年3月下旬到4月初的现场实况。原文非但不是在讲台湾，它是在讲一件当时全世界都在看的，发生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里的对峙。我们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原文的留言区。在那40几则留言里，2021年4月5日，有一位读者贴上了一则路透社的连结，内容正是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并且说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心里被触动，觉得跟这篇话语有关。4月18日，又有读者留言说，菲律宾外海出现了一个5级台风，看到了吗？2021年的第一批读者，那些第一时间读到这篇文章，而且热切的想要帮他找到应验的人，全部都把这一段理解成菲律宾。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留言区里提到台湾，台湾是后来才被加进去的。那个留言区其实还藏着另一件很值得看的事，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我们可以直接观察的意义生产现场。有人说47年前的那句话应该是林肯的盖茨堡演说，有人说燃烧的荆棘应该是布希家族，因为布希在英文里就是灌木。有人说回纹针指的是2战后把德国科学家运到美国的那个秘密计划。有人说年迈领导人和那条会咬人的德国牧羊犬有关，因为那只狗的名字刚好就是重大。有人说围着玫瑰转圈那首童谣源自黑死病，而黑死病是老鼠从中亚坐船带过来的。有人在4月9日回来留言说，关于王室的那部分，今天的新闻是菲利普亲王过世了。每一则留言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替一段模糊的文字找一个现实的插座，然后把插头插进去，而且他们找到了几个看起来相当漂亮的插座。2021年4月11日，伊朗的纳坦兹核设施发生断电事故，普遍被认为是一次外部破坏行动。这件事发生在那篇文章贴出来的第8天，而文章里确实写着实验室会被连锁反应摧毁。5月2日，伊朗一座化工厂发生大爆炸与火灾。又有读者回来留言，我必须诚实地说，如果你是相信的人，这几则对照确实会让你动容。我不打算用嘲笑的方式处理它，我只想指出一件事，就是那篇文章同时给出了几十个方向，而读者回来留言的永远只有那几个对上的。没有人会回来留言说纽泽西南部一直没事，桥梁和火车一直没事，社群媒体巨头的头部也没有挨上那一击。事实上，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是可以被明确检验的，他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老鹰之国会不一样，会有一次横跨情报、军队、政府和教会的大扫除。明年的这个时候就是2022年的春天，那一年美国没有发生任何符合这个描述的事情。而在同一年8月，同一位作者在另一场直播中说期中选举会出现让两党都不安的意外，说某个州会翻红，说某座大城市的领导层会在那个秋天倒下。这几件事后来都没有发生，而且被公开记录了下来。我把这些一起讲出来，不是要打谁的脸，而是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求别人诚实的引用原文，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诚实的呈现原文的全部，包括对的那几句和错的那几句。只挑对的说跟只挑耸动的说其实是同一种病。现在我们来讲那个反讽的部分。原文里有一句话说，就像那艘货柜船被转过来一样。这艘货柜船是谁？2021年3月23日早上，一艘长度接近400公尺、载量2万箱级的货柜船在苏伊士运河南段搁浅，船头插进东岸，整艘船横在河道上，把全世界最繁忙的一条航道整个堵死。当时的说法是，突然刮起的强风与沙尘让它偏离了航道。运河两端很快堆积了300多艘船，有些船只好绕到非洲。救援动用了10几艘拖船，大量的挖泥作业，最后在3月29日下午靠着大潮把船拉了出来。这场堵塞持续了6天。
事后埃及方面在4月13日扣押了这艘船，一度要求超过9亿美元的赔偿。这艘船叫长次号，船东是日本公司，船籍挂巴拿马，技术管理是德国公司，而营运它也是全世界都把它跟它连在一起的那家公司，是台湾的长荣海运。你看出来这件事有多讽刺了吗？那段预言里唯一一个真正跟台湾有关的具体物件，是一艘台湾船公司营运的商用货柜船，它不是军舰，它没有沉没，它是被拉起来转正，然后继续开走了。它在原文里的功能只是一个比喻的参照物，用来说明龙的舰队将会被怎样的转向。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台湾元素在某一手的转述里被无意间拉到了句子的中心？我们无法证明是哪一次转手发生的，但这个巧合实在太整齐了。原文里有台湾的船，有中国的舰队，有一个掉头的动作，有一个叫做灾难的名词。把这4样东西丢进一台需要标题的机器，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就是台湾外海共舰沉没。在我们往下走之前，我想再指出原文里的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它示范了同一种拉力是怎么运作的。原文有一段讲到，军中会出现内部的斗争，军官对抗军官，而那些在海上的人，也就是舰队的指挥阶层，会被揭发，会被羞辱。原文写得很清楚，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为了好处和空头支票，跟蛇、跟龙、跟波斯的那位掌权者往来。在原文的脉络里，这一段讲的是美国，它前面接的是华盛顿特区，后面接的是老鹰之国的大扫除。整段的主词从头到尾都是那个国家自己的军队。作者要说的是，美军内部有人跟外国势力有牵连。可是你把这一段单独抽出来，翻成中文会发生什么事？军中内斗，军官对抗军官，海上的将领被揭发，背叛誓言，跟外国势力往来，将领一个接一个失去位置。这几句话放在2023年到2024年的中文语境里，几乎像是为某一串新闻量身定做的。那几年，中共军方高层接连出事，火箭军的司令与政委被换掉，前后2任国防部长先后被除名，一批将领被拔掉了代表资格。任何一个中文读者看到那几句话，第一时间联想到的都会是这串新闻，而不是美军。于是同一篇文章里，原本讲美国的段落会被自动归档到中国，原本讲菲律宾的段落会被自动归档到台湾。这不是有人在指挥，这是语境本身的重力。一份文本落到哪一群读者手里，就会被那群读者的焦虑重新排列一次。那么那句话到底是谁加上去的？答案很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产线。我们把这条产线上的5道工序拆开来看，你会发现每一道工序都很无辜。第一道工序叫做翻译的自由，这种语言体的英文非常难翻，原文句子极长，逗号用的极少，语法断裂，拼字错误到处都是，甚至同一段里出现了2、3个明显的错字，作者自己在旁边注明了正确的拼法。任何人要把这种文字转成通顺的中文，都必须做大量的取舍与补完，而只要开始补完，译者的世界观就会渗进去。一个为华语观众工作的译者，看到南海，看到舰队，看到炮口，脑中浮现的下一个地名太容易是台湾。这不需要恶意，这只需要1秒钟的分心。第2道工序叫做标题的引力，这一道最诚实，因为它根本不隐藏自己的动机。菲律宾外海共舰被迫掉头，这个标题没有人会点。台湾外海共舰沉没，这个标题会被疯狂点击。在一个靠点击分配资源的系统里，准确的版本会饿死，耸动的版本会繁殖。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生态问题。久了以后，能活下来的版本就一定是被改过的那个版本，而且改动幅度会刚刚好，刚好大到足以吸引人，又刚好小到不会被一眼看穿。第3道工序叫做时间的搬运，预言的价值在于预先，所以一则老预言最好的用法就是把它接到一件新发生的事上面。2021年写下的一段海上叙述，只要后来有任何一则跟共军船舰有关的坏消息，就会有人把它翻出来说看吧，早就写好了。而在结合的过程中，新闻的细节会反过来污染预言的文本。新闻说沉没，于是预言就变成了沉没；新闻说台海，于是预言就变成了台海。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是现在改写了过去。第4道工序，
叫做引用的锻炼，这是最致命的一道。第二首引用第一首，第三首引用第二首，到了第五首、第六首，引用的对象已经全部是中文的二次创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回头去点开那个老旧的部落格，而只要没有人回去看原文，错误就没有任何被纠正的机会。一句话一旦被引用超过一定次数，它就取得了一种假的权威，因为到处都看得到，所以看起来就像是真的。这个现象有一个名字，叫做重复造成的真实错觉，它不需要证据，它只需要次数。第五道工序是最近几年才加上去的，叫做机器的加速，自动翻译、自动摘要、自动配音、自动生成脚本。当一个模型被要求写一段关于某位预言家与台海的内容时，它会非常流畅地产出一段语气完美、细节具体，而且完全没有出处的文字。这些文字再被贴回网络，又成为下一轮引用与训练的材料。这条产线现在转得比人快得多，也比人整齐得多。以前一句话要走完5道工序需要好几年，现在可能只需要1个下午。5道工序没有1道需要恶意，可是走完这5道，菲律宾的掉头就变成了台湾的沉默。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整个变形的过程中，有一样东西几乎从来没有被改过，就是那个日期。台湾本来没有，变成有；菲律宾本来有，变成没有；掉头变成沉默。可是2021年4月2日这几个字，一路走了5年，一个数字都没有动。为什么？因为日期是那句话的身份证，一个精确到日的日期会给人一种这件事已经被查证过的感觉，它看起来像是从档案里调出来的，像是真的有人去翻过记录。所以在转述的过程中，日期不但不会被改，还会被特别强调，因为它是整段话里最能够支撑可信度的那个部件。这是一个很残酷的设计，最容易查证的那一项被完整的保留下来，而它被保留下来的功能是替旁边那些已经被改掉的东西背书。你看到日期是对的，就顺理成章的相信内容也是对的。所以下次看到一则带着精确日期的预言，那个日期不是让你放心的理由，那个日期正好是你应该动手去查的那个入口。而这一次我们就是这样查下去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过程太抽象，我们可以看一个时间、地点、人名都查得到的真实案例，而且这个案例很可能就是共建沉默这个画面真正的来源。2023年8月21日，一个以爆料著称的海外中文账号发出消息，说中共一艘093型商级核动力潜舰在执行台海任务时发生事故。请记住第一版的说法，任务地点是台海，最初传出的罹难人数是7人。隔天8月22日，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件事，回答是国军透过联合情监侦手段绵密，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但目前没有任何可以证实此事的讯息，对社群媒体上流传的说法没有其他评论。同一时间，台湾的军事专家也提出了技术上的质疑。一位前海军舰长指出，潜舰若真的出事上浮，应该会被目视到不寻常的迹象，或者对外发送的通信会被接收。也有学者指出，如果事故发生在黄海，邻近的日本与南韩应该侦测得到，而台湾海峡的水深其实不足，中共潜舰出现在台海的可能性本来就偏低。接下来的2个月，这则消息开始长大，地点从台海飘到了黄海，人数从7人涨到55人，有些版本喊到全舰上百人，死者名单开始出现具体姓名和军阶，说舰长是一位姓薛的上校。事故原因从爆炸变成了撞上中共海军自己布下的原本要用来绊住美军与英军潜舰的链条羽毛障碍，导致系统故障，6小时后氧气系统崩溃，全舰缺氧。8月31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公开回应，说相关消息纯属谣言，希望大家关注权威资讯。9月12日，台湾国防部的说法是，相关资讯属于极高度机密，不便透露。10月3日，一家英国报纸刊出报道，引述一份没有公开的英国国防情报报告，把上面那些细节全部写了进去，其他媒体随后跟进。而当记者去问英国皇家海军时，得到的是拒绝评论，去问五角大厦，得到的也是拒绝评论。然后是最关键的一步，2024年5月29日，
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在立法院答询时说，经过判断，那应该不是一起严重的沉船事件，但确实有发生一些事故。因为这艘潜舰后续的位置，台湾方面都有掌握。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条曲线的形状？最初的版本地点在台海，7个人；中间的版本地点在黄海，55个人，有姓名，有军阶，有事故机传，有一份看不到的秘密报告。最后由官方给出的版本是有事故，但不是严重沉没，而且船的位置一直被掌握着。消息越传越久，细节越传越清楚，情节越传越完整，这是不对的。真实的资讯在传递过程中只会流失，不会增生。一个目击者的证词越讲越久，只会越模糊。只有虚构的东西才会越讲越具体。所以下次当你收到一则预言，而它比你上一次看到的版本更精确，多了一个地名，多了一个日期，多了一个数字的时候，那不是它终于被解密了，那是它刚刚又被加工了一次。而在同一场答询里，那位局长还讲了另一件事，他证实在中共发动环台军演期间，确实有一艘拖船沉没，另外还有一架小型无人机在台湾西南空域坠海，对方甚至出动了海钓船去打捞。你看，共舰沉没这件事是真的发生过的，只是它的规格是一艘拖船，不是舰队，不是天谴，不是海浪把它卷走。而这件真实发生、有官方记录、跟台湾军演直接相关的事，在中文的预言影片里几乎没有人讲，因为它太小了，太不戏剧了，不够当一句预言的应验。另外还有一件真的，2024年，美国官员向媒体表示，中国最新一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舰在当年的5月到6月间，在武汉附近的一座船厂沉在码头边。中方试图隐瞒这件事，这是真的沉没，真的核潜舰，而它发生在一条内河的码头，离台湾1000多公里，跟任何预言、任何海战、任何天意都没有一丝关系。真实世界给了我们共建沉没的原料，却没有给我们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被组装出来的。另一个平行案例，主角是阿南德。2025年12月24日，他发布了关于2026年的预测影片，内容讲到400年一遇的转折，中国西北或东北可能出现的风险，并且点明了几个需要留意的地区与月份。这支影片被中文世界大量转载，然后在网络上开始出现一个说法，说阿南德预言中国即将崩溃。12月30日，也就是6天之后，他自己又发了一支影片，明确表示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而且他在星象组合里也没有看到任何显示中国会崩溃的迹象，并且提醒大家不要相信谣言。这是一个当事人亲自出面否认的案例，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那句被否认的话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了那支否认的影片，因为澄清是无聊的，而崩溃是刺激的，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在这条产业链上，预言家本人往往是最没有话语权的那一个，他们说出去的话落地之后就不再属于他们了。有人会替他们加台湾，有人会替他们加日期，有人会替他们加崩溃，而他们的名字会被印在一句他们从来没说过的话上面，跟着这句话跑遍全世界。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加工必然发生？因为预言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低解析度的语言。回头看那段海上的文字，龙、海上、船只、掉头、灾难、呼求，这些词没有一个是精确的，没有时间，没有坐标，没有数量，没有型号。这种低解析度不是缺点，而是这种文本能够长期存活的根本原因。因为解析度低，所以它可以套在南海，可以套在台海，可以套在黄海，可以套在红海。2021年可以用，2026年还可以用，今年套不上，明年再套一次就好。可是人脑不喜欢低解析度，我们的大脑是一台意义补完机，看到模糊的东西就会自动对焦，看到不完整的故事就会自动填空，看到云会看见人脸，而我们填进去的永远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那样东西。住在台湾的人看到一段模糊的海上灾难，心里自动浮现的那个海域会是哪里？答案很残酷，那句话之所以会被加上去，不完全是因为有人要骗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想看到它。每一次转发都是一次投票，我们没有转发那个提到菲律宾的准确版本，我们转发了那个提到台湾的版本。
于是提到台湾的版本活了下来，繁殖，占满整个生态位。这是一种选择压力，而按下转发键的手是我们自己的手。我还想问一个更细的问题，为什么被填进去的是台湾，而不是别的东西？其实同一则寓言，在不同的语言里长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同一段文字，如果落在菲律宾的读者手里，它根本不需要被改，因为原文就写着菲律宾，它本来就是为那群读者准备的。如果落在以色列或者美国的教会读者手里，被放大的会是前面阿亚图拉那一段，海上这一段几乎不会被注意到。如果落在日本的读者手里，被填进去的地名可能会变成东海的某座岛，或者是那条攸关能源的航道。同一份文本，在不同的语言市场里会长出不同的器官，而每一个市场长出来的那个器官，刚好就是那个社会最痛的地方。所以那句被加上去的话，其实是一张照片，它照的不是2021年的南海，它照的是我们自己。一个社会会把什么东西填进模糊的空白里，就说明了他平常在想什么，怕什么，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在担心什么。从这个角度看，我甚至觉得那句话有一种悲哀的诚实。他诚实地告诉我们，在这座岛上，只要给我们一片模糊的海，一支模糊的舰队，我们的脑补会非常整齐地在同一个地方收束，不需要有人下指令，不需要有人付钱，我们自己就会走到那里。而这一点正是任何一种认知作战最想要的地基。认知作战真正高明的地方，从来不是编一个假故事硬塞给你，是找到一个你本来就想相信的方向，然后轻轻推一下，剩下的传播由我们自己免费完成。我们也可以再退一步，想一件很务实的事，假设有一天共军真的有一艘主力舰在台湾周边沉没了，这件事有可能瞒得住吗？答案是几乎不可能，而且原因非常技术性。一艘几千吨的军舰在海上出事，会留下太多痕迹，周边国家的雷达与声呐会有记录，商船会经过，卫星会拍到，海面上会有油污带，救援船会集结，而救援船的动向本身就是一种讯号。舰艇的无线电通联会突然中断，而中断本身也会被接收方注意到。更现实的是，一艘军舰上有几百个家庭，这几百个家庭里，只要有一个人在网络上问一句，我先生怎么还没回来，消息就出去了。2023年那则潜舰传闻之所以能够撑那么久，正是因为潜舰是所有舰种里面最容易失踪也最难查证的一种。可是就连那一次，台湾方面最后给出的结论仍然是后续位置都有掌握。所以当你看到一则讯息说某支舰队已经覆灭，而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的时候，你要问的不是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发生，而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可能只有这一个账号知道？我还想讲一个更难的问题，如果原文真的讲中了菲律宾，那这算不算准？我觉得诚实的答案是，这要看你怎么定义准。那段话写下来的时候，牛鄂礁的对峙已经上了国际头条2个星期，长次号也已经卡在运河里10天。用当周的新闻写下一段关于当周新闻的文字，这在时序上不叫预测。但是更值得问的是后来那段话说，龙的舰队会被驱赶回去，菲律宾会被保护。5年过去了，南海的情况有没有变成那样？没有。牛鄂礁一带的中国船只在之后几年断断续续的回来，菲律宾与中国的海上摩擦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在后来几年变得更频繁更激烈。那段话里最核心的那个承诺，也就是舰队被逼退，并没有兑现。换句话说，就算我们完全按照原文来检验，这一段也没有应验。而中文世界流传的那个版本，把它改成了一个更大更爽更不可能发生的画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没有应验的预测在被加工之后变得比原版更加不可能应验，却同时被更多人相信。那这件事对我们代价是什么？我觉得有3层。第一层是最表面的判断力。当一则关于敌方舰队已经沉没的消息在你的资讯环境里流通，它会实际影响你的判断，它会让你觉得情势比实际上更乐观或者更绝望。这2种偏差都很贵，而对一个要做决定的人来说，不管是决定要不要投资，要不要移民，要不要教小孩准备什么，错误的地图比没有地图更危险。
第二层更深一点，叫做恐惧疲劳。如果一座岛上的人在5年之内被告知了100次战争即将爆发，舰队即将覆灭，某年某月就是关键时刻，而这100次全部没有发生，那么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的是，这座岛上的人对警报失去了反应能力。狼来了的故事不是在教我们不要说谎，是在教我们警报系统一旦被污染，真正需要它的那一天，它就不会响了。第3层最沉重，这种故事无论它看起来是唱衰还是唱旺，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把行动的主体从我们手上拿走。如果共建已经被天意逼退，被天意击沉，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把安全托付给预言的社会，是一个已经放弃了自己那一份责任的社会，而这件事刚好是任何一个想要影响这座岛的外部力量最乐于见到的结果。所以我要说一句可能不太讨喜的话，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预言，危险的是我们把预言当成情报来用。那我们该怎么办？我提3个非常笨但是非常有效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找原文，而且要找当事人自己贴的那一份。这件事在今天出乎意料的容易。阿曼达的每一篇文字都在他自己的网站和部落格上公开免费，可以查。这一整支影片里我们做的所有工作，只需要打开那个部落格往下卷，读完那篇文章，任何人都做得到。如果一则预言你找不到当事人自己发布的原始版本，只找得到别人的转述，那你手上拿的就不是预言，是传说。第二个动作，看动词，这是我今天最想留给你的一个小技巧。名词会骗人，形容词会煽动，但是动词很难造假，因为动词决定了事情的规模。掉头不是沉没，事故不是击沉，被逼退不是覆灭，失踪不是罹难。当你发现一则转述用的动词比原文重了一级，那就代表这条讯息已经被动过手脚了，而且通常被动的就只有那一个字。改一个动词的成本极低，效果极大，所以它永远是第一个被改的地方。第3个动作，看专有名词，地名、人名、日期、数字。这4样东西是最容易在转述中被替换掉的，也是最容易被查证的。菲律宾变成台湾，只改了3个字，却换掉了整段话的意义。而要查出这件事，只需要在原文里搜寻一次。如果还要加第4个动作，那就是看日期，把预言的发布日期跟他所谓命中的那件事的发生日期并排放在一起。这一步会刷掉非常多东西。很多所谓的神准预言发布时间其实在事件之后，或者是在事件已经上了头条，只是还没有收尾的时候。牛鄂礁的对峙在3月21日就上了国际新闻，长次号在3月23日卡进运河，而那篇文章写于4月2日，这不是预知，这是评论。这两者的差别非常大，可是在转述的时候会被完全抹平，因为转述者只会告诉你，早在2021年就已经说了，早在这2个字做了非常多的工作。4个动作加起来不到10分钟。我知道有人会觉得讲到这里是不是太扫兴了，所以我想特别对一种人说几句话，就是真心相信这些讯息的人。我不觉得相信本身有什么问题，人在一个看不清楚的时代里寻找方向，这是几千年来一直在做的事。而且说实话，如果我们住在一个什么都很确定的地方，这类内容根本不会有市场。它之所以在台湾特别有市场，正是因为我们的处境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而且这份不确定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这是一种很真实的处境，不该被嘲笑。可是正因为相信是真心的，被骗的代价才特别高。一个不在乎的人看到假消息只会耸耸肩，一个真心相信的人会据此安排自己的生活，会据此跟家人争吵，会据此在深夜里睡不着。所以最需要查证的从来不是怀疑的人，而是相信的人。查证不是相信的敌人，查证是相信的保险。而且我要再说一次那句话，如果你真的把某个人当成一位传达讯息的人，那么把他没有说过的话塞进他嘴里，其实是对他最大的不敬。你以为你在替他加分，其实你在替他的名字绑上一个未来一定会爆炸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顺便盘点一下，这5年来我们这座岛到底被多少则预言点过名。英国的那一位
多次被引用来说明下一个战场在哪里。印度的那一位，年年被拿来对照台海的星象。美国的那几位守望者，各自看见过不同的异象。欧洲的、南美的、东南亚的，只要那一年有任何一位公开讲过亚洲，中文标题就一定会把台湾挂上去。而在这些之外，还有大量根本查不到来源的所谓古籍与批注。如果把这几年所有点名台湾的预言列成一张表，然后对照实际发生的事，你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结果：点名的次数非常多，兑现的次数是0。这件事我觉得应该讲出来，而且应该平静地讲出来，不是为了证明谁是骗子，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比例感。当一件事被预言了几百次，而一次都没有发生的时候，理性的反应不是继续加码，而是重新校准我们对这类讯息的权重。我们来收个尾。现在是2026年的夏天，南海的船还在那里，牛鄂礁的争议没有解决，台海的空域每天都有动态，而预言依然一则接着一则的生产出来。当年那位写下打鼓场、写下龙与阿亚图拉的作者，最近还在谈更远的年份，还在谈他所看见的更大的局。这个产业不会停，而且会越来越自动化。而我们今天做的这件事，其实跟他说的准不准完全无关。就算你完全相信他，甚至因为他讲对过中东的事而更加相信他，你也应该要求别人在引用他的时候，引用他真正说过的话。相信一个人跟允许别人以他的名义编造是两件事，前者是信仰，后者是消费。而如果你真的把他当成一位传达讯息的人，那么把他没有说过的话塞进他嘴里，其实是对他最大的不敬。那句台湾共建沉默，如果他真的在原文里，我们今天就会老老实实的把它读出来，然后认真讨论它。可是他不在，他是被人从外面放进去的。而他告诉我们的，其实不是2021年发生了什么，而是这5年之间，我们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阅听者。一句话从菲律宾的掉头长成台湾的沉默，中间经过了翻译、标题、时间、引用、机器5道工序。可是这5道工序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最后那一道。最后那一道是我们愿意相信。所以下一次当一则预言精准地点到我们这座岛的名字，让你心头一凉的时候，先别急着转发，先问一句原文在哪里。这一问就是我们能为自己保留的最后一点清醒。先看一张名单，传说里他躺在梵蒂冈的档案深处，总共112行，每一行只有短短几个拉丁文单字，像谜语也像判决。传说还说他写于将近900年前，出自一位爱尔兰主教之手，一行对应一位教皇。从12世纪中叶开始，一位接着一位，顺序不乱，一个不跳。有人拿它对过去，对出一身冷汗；有人拿它对未来，对到最后一行，手停住了。梁13世，有人替他在名单上找到了位置，证据就绣在他的家徽上。若望保禄2世，有人替他找到了位置，证据排在天文台的日历里。本笃16世，也有证据藏在他自己选的名号中。一行一位，112行，用了将近900年。而现在问题来了，2025年4月21日，教皇方济各离世。照着预言圈最流行的算法，他就是名单上的第112行，最后一行。17天之后，新教皇梁14世站上圣伯多禄大殿的阳台，向10几万人挥手。如果这个时候你把那张名单重新摊开，往他应该在的位置看过去，你会看到什么？空白。112句之后，一个字都没有。一张走了将近900年的名单，第一次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外面。这份名单有个正式的名字，叫教皇预言。相传的作者是12世纪的爱尔兰主教圣马拉基。900年来，他一边被信徒捧成史上命中率最高的预言文件，一边被学界钉在伪造案的名单上。2种说法，差距大到不像在讲同一份东西。信的人说他连写了几百年后的家徽都能写中，不信的人说他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是假货。麻烦的是，两边手上都有真材实料的证据。今天这支影片把两边的材料全部摊开，哪些吻合对得让人头皮发麻，哪些破绽一查就现形，
伪造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后面的那场选举又发生了什么？预言的说法归预言，可查证的事实归事实，一条一条分开讲清楚，最后再回到2025年，回到那片空白面前。先回到起点，1094年，马拉基出生在爱尔兰北部的阿尔玛。那个年代的爱尔兰还是欧洲版图的边陲，爱尔兰教会山高皇帝远，规矩松散，主教职位在地方家族手里，父死子继，跟罗马的体制若即若离。马拉基是个彻头彻尾的改革派，从修士做起，一路做到阿尔玛总主教，毕生就做一件事，把爱尔兰教会拉回罗马的轨道上，重整教区，重建修道院，重定礼仪，一座一座教堂去谈，一个一个家族去拆。他在爱尔兰教会史上的地位是白纸黑字，没有争议的记载。真正有争议的是接下来这趟路。1139年，马拉基动身前往罗马，觐见教皇伊诺增爵二世，为爱尔兰的教省争取正式的地位。中世纪的朝圣路翻山越海，一走就是几个月。途中，他在法国的克莱尔沃修道院落脚，结识了当时欧洲教会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克莱尔沃的伯纳德。这位伯纳德不是普通修士，他是当时整个西方教会的精神领袖，教皇要敬他3分，国王要听他讲道，二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马拉基甚至动过念头，想辞去总主教，留在克莱尔沃当一名普通修士，被教皇挡了回去。这段友谊后来会变成整个故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先记住，等一下要用。传说是这样讲的：马拉基抵达罗马城外，站在高处俯瞰这座圣城的时候，忽然陷入异象。他看见的不是眼前的罗马，不是台伯河，不是断垣残壁上的古帝国，而是未来的罗马。从当时算起，直到世界终结，每一位坐上圣彼得宝座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从他眼前走过，有的带着荣耀，有的披住血。异象退去之后，他把看见的一切浓缩成112句拉丁文短语，每一句对应一位未来的教皇，不写名字，不写年份，只留一个谜面，然后把整份手稿呈给伊诺增爵二世。教皇读完，下令封存，收进罗马的档案深处，从此无人闻问。这是传说的版本，注意，是传说，因为连这个异象故事本身都要等到几百年后才第一次有人把它写下来。12世纪当场的任何记录里找不到它的影子。换句话说，故事最关键的第一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留下只字片语，一个异象，一份手稿，一道封条，全部只存在于几百年后的转述里。这一点记在账本的第1页。1148年11月2日，马拉基在第2次前往罗马的途中病倒，死在克莱尔沃修道院，死在挚友伯纳德的怀里。地点正是他生前一心想留下的那座修道院，日子正是朱灵节，教会纪念亡者的日子。伯纳德亲自为他主持葬礼，讲道悼念，还提笔为他立传，写成《圣马拉基传》。1190年，教会正式册封马拉基为圣人，他是史上第一位由教皇亲自册封的爱尔兰圣人。这里，请把注意力放在那本传记上。伯纳德的传记写得极细，细到记下一件轶事：马拉基生前准确说出了自己会在哪一天死在哪个地方，后来分毫不差，就是朱灵节，就是克莱尔沃。也就是说，伯纳德完全不忌讳写预言，他甚至乐于写，连预知自己死期这种细节他都完整写进书里。但是通篇传记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教皇名单，112句对应历代教皇的惊天异象，在最了解他的人笔下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值。这把刀先架在这里，不急着出手。然后时间快转，450多年过去，名单毫无声息。1595年，威尼斯一位本笃会修士阿诺德·维翁出版了一部修会史，书名叫《生命之树》。就在这部书里，那张名单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维翁说，这是圣马拉基当年的预言，在罗马的档案里沉睡多年，如今重见天日。书里还附上逐条注解，据称出自西班牙史家阿方索·查孔之手，把名单前面的句子与历代教皇一一对上。注意这个细节，注解只有前面的部分有，
后面的句子一片留白。这个安排本身就是一条线索，先放着，书一印出来，名单就长了脚。此后400多年，每一次教皇离世，每一次秘密会议召开，欧洲的宫廷、沙龙、报馆都会有人把这份名单翻出来，对一对下一句轮到谁，它变成一种传统，一种选举季的固定节目。到了网络时代，这个节目直接搬进了全球的搜寻框，每逢教皇病重，马拉基预言的搜寻量就会应声飙升，台湾的新闻台也照样跟着做专题。你可以把它想成教廷版的赛前预测，正式规则里没有它的位置，但看台上人人都在传，一传就是4个世纪。名单长什么样子？没有名字，没有年份，只有一句一句的谜面，按顺序排下来。第一句对应1143年当选的雷丁二世，也就是马拉基那趟罗马行之后的第一位新教皇，拉丁文写着来自台伯河上的城堡。翻开档案，雷丁二世出生于奇塔迪卡斯泰洛，一座台伯河畔的城，城名直译过来就是城堡之城。地名、河名，2个坐标，一句话全部咬中。第一句全中，第二句对应路爵二世，写出被驱逐的敌人。路爵二世的家族姓氏叫卡恰内米奇，在意大利文里，这个姓的意思就是把敌人赶出去，又全中。第三句来自巨大的山，对应欧日尼三世，他出生的地方叫蒙特马尼奥，地名直译就是巨大的山。顺带一提，这位欧日尼三世正是伯纳德的门生。再往下，英格兰出身的教皇哈德良四世，对应的句子是来自白色的田野，而他正好出生在圣阿尔班斯附近。阿尔班这个地名的源头是拉丁文的白。14世纪的本笃12世对应寒冷的修道院长，他当选前是丰弗鲁瓦德修道院的院长，那座修道院的名字直译过来就是冷泉。一句一位，姓氏、出生地、家徽、头衔，总有一样被精准咬中。名单前段70多句几乎句句如此，准到不像谜语，像注册资料。连1590年那位在位不到2周的乌尔巴诺七世都有专属的一句来自天上的甘露，而他当过总主教的那个南意大利教区，正好以采集一种被称为天降甘露的树枝闻名。到这一句为止，名单像一台不会失手的机器，而这台机器最后一次精准咬合刚好停在1590年。这个年份请先默默记下，后面要考。如果名单只到这里，它顶多是一份写得漂亮的历史文件，准得再离奇，也可能只是有人拿着史书倒注写。真正让他封神的是1595年出版之后的部分，因为书已经印出来了，白纸黑字，锁死了，动不了手脚。出版之后才当选的教皇，照常理说谁也不可能事先知道。换句话说，从这里开始才是真正的考试，开卷变闭卷。而他的成绩是这样的：1878年梁13世当选，名单上轮到的句子是天上的光，拉丁原文 Lumen in Caelo。 打开他的家族文章，蓝色的盾面上一颗拖着长尾的彗星横贯天际，这不是后人补画的，佩奇家族的文章世世代代就是这个样子。一句天上的光对上一颗家徽上的彗星，严丝合缝。而且这一位不是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梁13世在位25年，发表史上第一份劳工通谕，替现代天主教的社会思想开了路，是19世纪末最有分量的教皇。后来还有人加码解读，他是照亮工业时代黑暗的那道光。信徒说，名单沉睡了将近300年，醒来的第一击就命中红心。1903年接棒的庇护十世，对应的句子是燃烧的火。信徒把它对上1910年回归的哈雷彗星。那一年，彗星拖着火一样的长尾扫过全球夜空，各地报纸整版地灯，末日流言满街跑，而它正好落在这位教皇的任期正中间。怀疑派耸耸肩，燃烧的火，这种形容词放在任何一位以热忱出名的教皇身上，哪一位不行？一句话可以是彗星，可以是性格，可以是随便什么。2种读法先并排放着，这集后面会一直用到这个对照。
1914年9月3日，本笃15世当选。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刚烧起来1个月。名单上轮到他的句子是宗教遭劫掠。注意，这句写下的时候是1590年代，往前推，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能想象20世纪初的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子。接下来的7年，替这4个字做了最残酷的注解。大战吞掉上千万条人命，天主教的欧洲腹地打成焦土，教堂的钟被熔了铸炮。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随后的政权大规模关闭，教堂清洗神职人员，把消灭宗教写进正式政策。1918年，流感疫情横扫全球，倒下的人比战场上还多，宗教遭劫掠。平心而论，这4个字丢进任何一个乱世都能用，但你也很难替他的任期找出比这更贴切的4个字。信徒与怀疑派在这一句上罕见的各拿一半。再往下，1958年，这份名单甚至直接介入了选举现场的气氛。那一年秘密会议前，名单上轮到的句子是牧者与水手。罗马城里流传一则有名的轶事，美国纽约总主教斯佩尔曼枢机据说特地租了一条船，载满羊群，在台伯河上来回开了一趟，牧者加水手一次到位，向名单毛遂自荐。轶事的真假姑且存疑，但它说明一件事，到了20世纪，连枢机团的圈子都拿这份名单当一回事，至少当成茶余饭后的一回事。结果当选的是威尼斯宗主教隆卡利，若望23世，威尼斯水城宗主教牧者。他任内召开梵蒂冈第2次大公会议，把整艘教会大船转了一个近100年来最大的弯。牧者、水手2个词都有了注落，比一传扬贴切得多。再下一位，保禄6世，名单上写着花中之花，他的家徽上端端正正3朵百合。在欧洲文章传统里，百合正是所谓的花中之花。这一句连怀疑派都承认，如果是瞎猜，猜中家徽的几率实在不高。名单的战绩表上又添了一笔。1978年8月26日，若望保禄1世当选。名单上轮到的句子有点奇怪，月亮的一半，半个月亮。当时没有人看懂，各种解读满天飞。有人猜跟他的教区有关，有人猜跟新月旗的国家有关，全都对不上。33天之后，所有人都看懂了，而且宁愿自己没看懂。9月28日夜里，这位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被意大利人昵称为微笑教皇的老人，在睡梦中骤逝。在位33天，上下恰好一轮月相，像月亮从亏走向盈，还来不及圆满就沉了下去。信徒还补了一笔，他当选那一晚，天上挂住的正是下弦的半月。这一笔的解读见仁见智，我们不替任何一方背书，但33天的任期是教会史上白纸黑字的记录，一天都不多，一天都不少。然后轮到整份名单最有名的一句，太阳的劳苦，拉丁原文 De labor solis。 在古典拉丁文的惯用语里，这个说法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意思，日食。太阳在劳苦中暗下去，再挣扎着亮回来。这一句对应若望保禄2世。卡罗尔·沃伊蒂瓦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波兰小城瓦多维采，1978年10月16日当选，是400多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裔教皇。冷战年代，他从铁幕后面走出来，站上圣伯多禄的阳台。1981年5月13日，他在广场上遇刺，身中数枪，又活了回来，继续做了20多年。信徒说，这一生本身就是一场太阳的劳苦，但真正让预言圈疯掉的是天文记录。查天文日历，他出生那一天，地球上确实发生了一次日偏食，时代远在南半球，波兰的天空一切如常，但日食确确实实排在那一天的记录上。你可以说这是巧合。那么再看另一头，2005年4月8日，若望保禄2世的葬礼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上百万人涌进罗马送行，各国元首并肩而坐，是当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葬礼。同一天，太平洋上空出现了一次罕见的复合日食，生于日食之日，葬于日食之日。这是天文台的日历，不是任何人的想象。必须平衡的是，
地球上平均每年会发生2到4次日食，一个人的生日撞上一次，几率并不离奇，但一生的头尾各撞一次，而名单上偏偏就写着太阳的劳苦。巧合到这个程度，连最冷静的怀疑派也得承认它刺眼。第111句，橄榄的荣耀，拉丁原文 Gloria Olivae。 2005年，德国书记约瑟夫·拉辛格当选，取名本笃16世。本笃会底下有一个以橄榄为祭的分支，橄榄山会、橄榄枝，同时也是和平的古老象征。名号一报出来，预言圈当场沸腾。橄榄的荣耀，本笃，橄榄山会环环相扣，但这里恰恰藏着整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一道机关。名号是他自己选的。拉辛格是顶尖神学家，读了一辈子教会文献，对这份名单的存在一清二楚。他选本笃可以有100个理由纪念上一位本笃，致敬本笃会的会祖，标举和平，哪一个都成立。但结果是预言又中了一次，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应验。当一份预言有名到连当事人都读过，他就再也不需要灵验，他只需要被配合，不一定是刻意配合，可能只是在千百个选项里，那个跟名单同频的选项看起来特别顺眼。但无论如何，名单已经活在每一位书记的脑子里了。这一点等一下讲到梁14世还会再回来一次。讲到这里先停一下，这一点必须先讲清楚，上面这些吻合全部是先有答案再回头找题目的。对法我们一路听下来觉得震撼，是因为只听了对中的那一面。一份预言到底灵不灵，不能只看命中的清单，还得看落空的清单，以及它是什么时候被谁为了什么写出来的。现在换学界开口，接下来的每一条都有文献可查。学者把112句摊开，发现一条清清楚楚的断层线，就划在1590年。还记得刚刚请你记下的那个年份吗？断层之前的70多句句句精准，出生地、姓氏、家徽、官职咬得死死的，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城堡之城和冷泉修道院那种准法，是查得到户口的准法。断层之后，画风突变，天上的光，花中之花，来自太阳，模糊抽象，像星座运势，套在谁身上都能自圆其说。就算真的对中什么，也得靠解读者拿着放大镜去找。同一位作者，前半本是户政事务所，后半本是塔罗牌摊，这种落差只有一种写作情境能解释。写到某一行的时候，未来开始了，对过去了若指掌，对未来只能打高空。这个作者的身份呼之欲出，他不是12世纪的先知，他更像1590年代一个拿着教皇名录照抄的写手。而写手抄的那本名录，学者连书名都找出来了。证据一，刚刚那把刀现在拔出来，从1139年到1590年，450多年，欧洲的任何文献、任何档案、任何教会记录，没有一个字提过这份预言。450多年是什么概念？中间隔着十字军、黑死病、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隔着几十场秘密会议，几十位教皇的生老病死。如果真有一份预知历代教皇的名单躺在罗马的档案里，他有无数次机会被人翻出来说嘴，一次都没有。而为马拉基立传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伯纳德，连他预知自己死期这种事都记了，却忘了他此生最惊天动地的成就。一个人的传记漏掉他最大的奇迹，只有2种解释：传记作者瞎了，或者奇迹根本不存在。伯纳德不瞎。证据2，更致命。1557年，奥古斯丁会史家奥诺弗里奥·潘维尼奥出版了一部教皇名录，是当时最通行的工具书。学者把预言与这部书逐条比对，发现一件事：预言对历代教皇的排序，包括把好几位对立教皇，也就是教会不承认的僭位者一并编进名单的算法，跟潘维尼奥的书一模一样。你要知道，该不该把对立教皇算进去，算哪几位，各家史书各有各的算法，像指纹很难刚好撞在一起。更绝的是，潘维尼奥弄错的地方，预言也跟着错，错的一模一样。老师改考卷都知道这个道理。2个学生答案全对，
可能是都会。2个学生连错的地方都相同，那就是有人抄了另一个人的作业。而潘维尼奥的书比预言的出土早了将近40年。12世纪的圣人抄不到16世纪的书，16世纪的写手却抄得到，而且抄得顺手。证据3：动机。伪造文件总得有人受益，学者顺著，谁受益？往下查，查到了1590年。那一年，教皇乌尔巴诺七世上任不到2周就病逝，留下史上最短的教皇任期之一。枢机们再度走进秘密会议，各路人马开始运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马城里开始流传一份古老预言的手抄本，据说出自400多年前的爱尔兰圣人。名单上对应下一任教皇的句子是来自古老之城，而当时呼声极高的候选人吉罗拉莫·西蒙切利正好来自奥尔维耶托。这座城的拉丁文旧名直译过来就是古城。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当年的枢机，相信这份预言，就等于相信天意已经把下一任教皇的户籍地写好了。学界的主流推测至此成型，这份名单很可能就是在那场选举前后炮制出来的文宣，前面70多句照抄史书当垫背，中间这一句才是真正的广告目的，是替西蒙切利造势。最讽刺的是结局，西蒙切利落选了，当选的是俄我略14世。如果这真是一场伪造，他连自己唯一的任务都搞砸了。选举文宣通常活不过开票夜，但这一份不一样。作为文宣，他死在1590年；作为预言，他活了下来，而且一活就是400多年。而且质疑不是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早在17世纪，法国耶稣会学者克劳德·弗朗索瓦·梅内斯特里耶就把这些疑点一条一条整理成文，系统性的判定伪作。距离名单出版不到100年，内行人就已经看穿了。此后，主流教会史学界的结论再也没有翻转过。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天主教会官方从头到尾从未承认过这份预言，它不在任何官方认可的私人启示清单里。历任教皇对他的公开态度一律冷处理，梵蒂冈的立场一以贯之，那不是教会的文件。换句话说，最应该珍惜这份神迹的机构，恰恰是最不肯替他背书的机构。这个沉默本身就很响，但信徒手上还有反击的牌。他们问，好，就算名单是1590年代的伪作，作者早就停笔了，那之后的每一次吻合怎么解释？梁13世家徽上的彗星是伪作者能安排的吗？若望保禄2世头尾2场日食是伪作者能安排的吗？怀疑派的回答很冷，112句里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出版后吻合，掰着手指数。不过那几句，其余的要么模糊到套谁都行，要么是解读者拿着答案硬凑题目。像庇护12世对应的天使般的牧者，听起来很美，但这种形容词放在哪一位教皇身上不行？更何况拉丁文谜语天生就是橡皮筋，每一句只有2、3个字，没有主词，没有时态，可以指家徽，指出生地，指姓氏，指任内大事，指个人特质，5条路任你挑，只要其中一条通，就算命中。用这种判准去对一本农民历也能对出神迹，这像什么？像对发票，你永远记得中奖的那2张，忘掉落空的那一整叠。心理学给这个习惯起了名字，叫确认偏误，把命中的表框挂墙，把落空的扫进抽屉。这样操作下来，任何一份名单都能变成神谕。可是话说回来，把发票理论讲完，那2场日食还是站在原地不动，这就是这份名单缠人的地方。怀疑派解释的掉9成，剩下的1成刚好最亮。两边的论点都放在桌上了，现在来看名单的最后一句，第112句，它和前面111句长得完全不一样。前面每句寥寥数字，一个谜面，一个代号，最后这句是完整的一段话，有场景，有人物，有结局，像判决书的主文。原文是拉丁文，开头2个关键词 Petrus Romanus 罗马人彼得，整段翻成中文大意如此：在神圣罗马教会最后的迫害中，罗马人彼得将登上宝座，
他将在重重苦难中牧养他的羊群。此后，七丘之城将被摧毁，可畏的审判者将审判他的子民，一句一句拆开看，最后的迫害。这是时代背景。罗马人彼得，这是主角。七丘之城将被摧毁，七丘之城建在7座山丘上的城就是罗马，这是结局。而整份预言的最后一个拉丁单字只有5个字母 finis， 终，不是未完待续，不是以下从缺，是终。写预言的人亲手替这份名单钉上了棺材板。不过这段末日文字还藏着一个文本细节，先讲清楚，等一下用得上。在1595年的原版排印里，这段话与第111句之间的衔接是暧昧的，它没有编号，句式也和前面完全不同，于是出现2种读法。第一种读法，罗马人彼得紧接在第111位之后，就是第112位，末日随他而来，名单即倒数，倒数即终点。第二种读法，这一段是独立的尾声，像戏剧最后的幕落词，与名单主体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缝。第111位之后，罗马人彼得登场之前，中间可以隔着任何数量，没有被写进名单的教皇10位、50位，谁也说不准。一道缝，2种末日时程，差距可以是0年，也可以是几百年。记住这道缝。2025年之后，全世界的预言解读者都会挤在这道缝里讨生活，而预言圈自己早就开始压住。2012年，美国2位预言作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罗马人彼得》。开篇断言，本笃16世的任期撑不了多久，下一位就是最后一位。书在美国的末世论读者圈里卖得火热。隔年2月，辞职的消息真的传出，书迷奉为神准，销量再翻一轮。怀疑派则提醒，本笃16世当时已经85岁，是几百年来就任年龄最高的教皇之一。赌一位85岁老人的任期不会太长，算不上什么高风险预测。这句话同样必须放进记录里。预言市场的规矩向来如此，中了的大书特书，没中的绝口不提。2013年2月11日，真正的震撼弹落地。那一天，本笃16世在一场例行会议的尾声，用平静的拉丁文向全世界宣布辞职。在场的枢机好几位当下没反应过来，上一位主动退位的教皇要回溯到1415年，相隔将近600年，绝大多数活住的人类都没有见过教皇辞职这4个字变成现实。当天晚上，罗马下起雷雨，一道闪电劈中圣伯多禄大殿的圆顶，被守在现场的摄影师拍个正住，照片一夜传遍全球。理性上，人人都知道那只是一场雷雨的物理现象。圆顶是罗马的制高点之一，被闪电选中并不稀奇，但配上第111位教皇退位的新闻标题，那道闪电看起来就像名单自己打下的惊叹号。全世界的媒体同一时间翻开这份900年的名单，第111句橄榄的荣耀用掉了，往下看只剩最后一格。各国报纸的标题不约而同，问的都是同一句话：下一位会是最后的教皇吗？3月13日，秘密会议第5轮投票，白烟升起，当选的是阿根廷枢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史上第1位来自美洲的教皇，第1位耶稣会出身的教皇，取名方济各，一个此前900年没有任何教皇用过的名号。全球的预言爱好者愣了一秒，立刻低头找彼得，还真有人找到了。方济各这个名号源自亚西西的圣方济各，而圣方济各的父亲名叫彼得迪贝尔纳多内，彼得，罗马人彼得的彼得，还有人拿他意大利移民家庭的血统去凑那个罗马人。平心而论，这些连结拗得很辛苦，连预言圈内部都吵成一团。不少人干脆主张他不是罗马人彼得，名单在他这里其实已经对不上了。但最后一格的心理压力是真实的。此后12年，方济各每一次重感冒，每一次住院，这份900年前的名单就会准时回到全球热搜。每一次他康复，讨论串就安静几个月，然后等下一次。一张中世纪的羊皮纸传说就这样挂在21世纪的网络上，
跟着一位老人的健康起伏心跳。所有人都在等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他真的是第112位，那他之后是什么？答案在2025年揭晓。那年年初，方济各因双侧肺炎住院，一住38天，病危通知的传言满天飞，全球彻夜守候，名单的讨论度同步冲顶。他挺了过来，出院回到梵蒂冈静养。4月20日，复活节，他坐着轮椅出现在圣伯多禄大殿的阳台上，声音虚弱，仍向广场上数万名群众降服。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隔天清晨，4月21日，梵蒂冈宣布，教皇方济各因中风及心脏衰竭离世，享寿88岁。复活节的隔日，前一天还在向世界降服的人，隔天早晨就走了。时间点本身就像一个安排好的剧本。丧钟敲响的画面传到台湾，是当天下午，各家新闻台的跑马灯同步变色。而在悼念的声浪底下，另一条暗流立刻浮上来，全球关于马拉基预言的搜寻量在几个小时内冲上高峰。所有人想确认的是同一件事：名单是不是真的走完了？4月26日的葬礼，约25万人涌进圣伯多禄广场与周边街道。依照他生前的遗愿，他没有葬进圣伯多禄大殿的地宫，而是葬在城墙之外的圣母大殿。100余年来，第一位安息在梵蒂冈之外的教皇，连长眠的位置都离开了七丘之城的中心。预言圈把这一点也记进了账本，名单上的第112格，照最流行的算法就此填满。5月7日，秘密会议开始，133位枢机走进西斯汀教堂，人数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大门落锁，对外通讯全数切断，全世界的镜头对准屋顶上那根细细的烟囱。黑烟代表没有结果，白烟代表新教皇诞生。这套规矩几百年没变过。5月8日傍晚，罗马时间6点刚过，烟囱升起白烟。投票只进行到第4轮，是近几十年来最快的几场之一。钟声响起，广场上的人潮往前涌。那一刻，台北已经跨过午夜，是5月9日的凌晨。新教皇走上阳台，开口第一句话：愿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他是罗伯特·法兰西斯·普雷沃斯特，1955年9月14日生于芝加哥，奥斯定会出身，做过修会总会长，在秘鲁传教与牧职20年，史上第一位美国籍教皇。在此之前，美国人不可能当教皇，几乎是教廷观察圈的铁律，因为没有人想把超级强权的护照跟圣彼得的钥匙放进同一个口袋。铁律当晚作废。台湾的电视台在凌晨切进直播，隔天一早，全世界的头条都是同一张阳台上的照片，而预言圈的目光越过欢呼的人群，落在另一个地方。他为自己选的名号不是若望，不是保禄，不是本笃，是梁。梁14世，距离上一位梁过去了120多年。然后全世界盯住名单的人在同一秒发现了同一件事，他不在名单上。112句，一句不剩。从1143年的雷定二世到2025年的方济各，882年，名单一格一格走完，每一次白烟都还有下一句等着。这一次白烟散去，往下看什么都没有。这是他问世以来头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断线。过去人们拿教皇对句子吵的是准不准，现在连句子都没有了，吵的变成还有没有。900年的预言走到了纸的尽头，第一次是空白。把账本收拢一下，再往下走，可以确认的是第111句，橄榄的荣耀，本笃16世用掉了。末段，罗马人彼得照最通行的算法对应方济各也用掉了。梁14世的座位底下没有任何一句拉丁文，一份运转了将近900年的对照表，头一次出现有教皇没句子的局面。3个事实指向同一个问题：空白怎么解？预言如果是真的，空白是什么意思？预言如果是假的，空白又是什么意思？台面上有3种读法，从最悬的排到最冷的。第一种，名单走完了，但末日没有跟着来，还记得那道缝吗？
如果末日段落是独立的尾声，那名单走完只代表被写下的部分结束了。第111位之后，罗马人彼得登场之前，可以隔着一长串没有名字的教皇。照这种读法，方济各不是罗马人彼得，梁14世也不是，他们以及未来不知道多少位都坐在名单与末日之间的空白里。空白不是终结，空白是缓冲带。马拉基或者那位写手只把看得清楚的部分写了下来，剩下的路段起了雾，雾里有多长没人知道，可能是一任教皇，可能是100年，也可能我们此刻就站在雾的最深处。这是目前预言圈里最能自圆其说的主流讲法，它让名单保住了全部战绩，又把末日无限期延后。当然它同时也很巧妙，一个把终点藏进雾里的预言永远不会被证伪，而一个永远不会被证伪的预言也就永远不会输。不会输的预言在科学的计分板上连上场资格都没有，这一点两边都心知肚明。第二种，梁14世其实还在名单上，只是我们数错了格子。持这种读法的人说，罗马人彼得根本不必是一个名叫彼得的人，因为每一位教皇从就任那一刻起就是圣彼得的继承人，罗马的主教。从职位的本质上讲，每一位教皇都是罗马人彼得，所以那最后一句可以是对最后一位教皇的泛称，无论他本名是什么，来自芝加哥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照这个读法，方济各未必是据点，梁14世也可能就是那位在重重苦难中牧养羊群的人，据点还没落下，只是笔已经悬在纸上。而这一派手上还握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名号。梁14世对书记们解释，他选梁是为了致敬梁13世，当年那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头上为劳工发声的教皇。如今人工智慧掀起新的工业革命，他要接下同一份任务，动机清楚，合情合理，跟预言半点关系都没有。但预言圈看见的是另一层，梁13世正是名单上对得最漂亮的那一句，天上的光。名单之外的第一位教皇偏偏回过头牵住了名单上最亮的一句。信的人说，这是名单隔着空白打来的暗号，不信的人说，这恰恰证明了另一件事，这份名单的阴影连教皇本人都要活在里面。就像当年的本笃16世一样，名单不需要是真的，它只需要还在被读。第三种读法最冷也最简单，空白，什么都不是。1590年代的某位写手把已经发生的历史抄成谜语，替未来编了30几句安全牌，最后补上一段谁也无法验证的末日场景，收工。他写罗马人彼得的时候，跟他写天上的光的时候一样，脑子里没有任何一位真实的教皇，只有一个原则，过去要准，未来要糊，结尾要响。他停笔的地方就是名单结束的地方，就像小说的最后一页翻过去是空白，不是因为天机，是因为作者写完了。这种三段式结构，过去精准，未来模糊，结尾末日，是古今伪预言的标准版型。从西洋的试剂师到东方的谶纬图书，一体适用。名单走到空白，不是天机泄尽，是稿纸用完了。照这种读法，2025年发生的一切，方济各的离世，梁14世的当选，跟这张纸的关系等于0。三种读法不必急着选边，把这一集的账最后结一次。可查证的事实是，这些伯纳德的传记里没有名单，450多年的文献里没有名单，1595年之前查无此预言。这是文献学上的铁板。潘维尼奥名录里的错误被原封不动继承，这是逐条比对出来的白纸黑字。1590年前后的准度断层，摊开名单就看得见。但同样白纸黑字的还有佩奇家徽上那颗彗星，还有1920年5月18日与2005年4月8日天文日历上那2场日食，还有33天就熄灭的月亮的一半。伪作的证据很硬，巧合的分量也很硬。这份名单最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几乎可以确定是假的，却又准得让人不敢把话说死。它像一张明知道是伪钞的钞票，可是每隔几十年就有一台验钞机
替他亮一次绿灯。你可以不信他，但你很难不看他，而只要还有人看，他就还活着。这大概就是一份预言。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准，在于让人放不下。而无论他出自12世纪的圣人，还是16世纪的写手，他都做到了一件连作者自己都未必料到的事，让900年后的我们，在每一次白烟升起的深夜，隔着半个地球，忍不住低头数一数，还剩几行。1590年的书机数过，1978年的记者数过，2013年的全球媒体数过，2025年换成滑住手机的我们数。现在数完了，112句写完了，中字后面什么都没有。可是教会还在，7座山丘上的罗马也还在，圣伯多禄广场的鸽子照样起飞。名单之后的第一位教皇已经坐上宝座，开始批阅他的第一批文件。历史第一次走到了预言的前面。接下来要写上那张纸的，不再是拉丁文谜语，而是一天一天正在发生的新闻。一位芝加哥出生的教皇会把这个1900多年的职位带向哪里？而那道被解读者挤满的缝会在某一天闭合，还是永远敞开？至于空白处的那一行字最后会怎么写，没有人知道。900年前的笔停在哪里？今天的悬念就从哪里开始。1991年，一本薄薄的书悄悄出现在美国的书店里，书名叫做《我来自金星》，作者署名欧穆内克。欧内克，他没有博士头衔，没有显赫的背景，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无数人把书放下，摇摇头走开。他说他不是地球人，他说他来自金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话听起来就像一个精神错乱者的呓语。毕竟金星是什么地方？那是太阳系里最像地狱的星球，表面温度高达460度，足以融化铅块，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0倍，那是一种能把潜水艇瞬间压扁的恐怖力量。天上下的不是雨，而是滚烫的浓硫酸。在这样一个炼狱里，怎么可能有生命？怎么可能有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从那里来到地球，还在田纳西州的小镇上长大，上学、结婚、生子，过着和你我一样的日子？于是大多数人把她当成了一个骗子，或者一个可怜的幻想症患者。她的书很快就被人遗忘，淹没在书店角落那一堆光怪陆离的新时代读物当中，再也无人问津。他的名字连同他那6个离奇的说法一起沉进了时间的最深处，仿佛从未存在过。可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被嘲笑的女人口中藏着6个冰冷而具体的说法。在当年，这6句话被当成疯话，被当成一个骗局里最荒唐的部分，无人理会。然而35年后的今天，当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从金星的云层里，从一块来自宇宙深处的石头上，从美国国会庄严的听证席上挖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窒息的证据时，他们忽然发现，这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人当年说过的话，竟然有4个正在一条一条的变成现实。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被遗忘了整整35年的旧书。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疯女人的胡言乱语，而是要冷静的一个一个的去审视这6个禁忌预言，哪4个正在成真，哪2个至今依然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梦。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6件事？在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先请你放下心里那把急着下判断的尺，先别急着说他是骗子，也先别急着说他是先知，因为这个故事真正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会把我们逼到2个都让人不太舒服的可能之间。要么是一个被全世界嘲笑了整整35年的女人，竟然碰巧一次又一次地猜中了人类最尖端的发现；要么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奇怪得多。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都值得我们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好好的看一遍。让我们先弄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的名字欧穆内克。欧内克，据她自己说，在金星的语言里，意思是灵魂的回归。她的故事光是听开头就足以让任何一个严肃的人皱起眉头。
可如果你愿意耐着性子听下去，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的内部有一种奇异的自成一体的逻辑。其实在它出现的那个年代前后，世界上已经冒出过不少自称与外星人有过接触的人，他们有的说自己被带上了飞船，有的说自己收到了来自星空的讯息。欧穆内克正是这一股浪潮里最特别也最完整的一个，因为他讲的不是一次短暂的偶遇，而是一整段长达一生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生。他说他并不是出生在我们所看到的这颗滚烫的金星表面，而是出生在金星的另一个维度，一个振动频率比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更高的层面。他说在我们的仪器看不见的那个层面，金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有用水晶建成的城市，有宽阔而宁静的街道，有一座叫做透特尼亚的故乡，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战争，没有恐惧，也没有死亡。他说他在那里以灵魂的形态活了足足210年。210年对一个地球人来说已经是好几辈子的光阴，可他说在那样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这不过是漫长生命中的一小段。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开那样一个天堂，跑到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星球上来呢？他的答案是，在1955年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降低自己的振动频率，凝聚出一具沉重的物质肉体来到地球。他说他搭乘一艘飞船，由他的叔叔陪同降落在地球上，借用了一个刚刚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的7岁小女孩的身份。从那一刻起，他就在美国田纳西州被那个女孩的奶奶抚养长大，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女孩。他说他要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地球人，去经历地球人的童年，地球人的求学，地球人的婚姻，才有资格去谈论地球的事。在很长很长的岁月里，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金星，独自咀嚼着一个地球小孩成长过程中的全部烦恼与挣扎。在他的说法里，这并不是什么附身，也不是什么雀巢鸠占。他说那个小女孩的灵魂在车祸中已经离开了肉体，而他是经过了一整套安排才接手了这具空下来的身体。他说在刚来到地球的那些年里，他其实一直都记得自己究竟是谁，记得那座水晶的城市，记得故乡的模样。只是他渐渐明白，这些记忆一旦说出口，就只会给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带来无穷的麻烦。于是他选择了沉默，把这个天大的秘密整整藏了几十年，直到自己年岁渐长，才终于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说他来地球是背负着任务的，他要把金星上一套古老的智慧重新传递给已经遗忘了他的地球人。这套教导他称之为一种关于至高神性法则的学问。它的核心其实很简单，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本质上都不是这具会生老病死的肉体，而是一个永恒不灭的灵魂。他说宇宙万物都来自同一个浩瀚的创造源头，在永不停歇的循环里生生不息。他说所谓的死亡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灵魂一次又一次的转换与重生，而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其实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他还留下过2句很美的话，他说想象力是创造的钥匙。他又说你的注意力流向哪里，你的能量就流向哪里。在他的教导里，人类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源于一件事，那就是遗忘。他说我们忘记了自己是永恒的灵魂，于是才会那样地害怕死亡。我们忘记了万物本是一体，于是才会彼此争斗，彼此伤害。他说恐惧才是地球真正的病根，而他来到这里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醒人们重新想起自己本来的样子。这套说法后来被他整理成一系列的文字与课程，留给了那些愿意倾听愿意相信的人。他甚至说过一些更加大胆的话。他说地球上大约有 5% 的人灵魂的源头其实来自金星。他还说历史上的耶稣也与金星有着一段深深的渊源。这些话每一句拿出来，在当年都足以引发轩然大波，也足以让他被牢牢地钉上骗子的标签。把这本书出版出来的人也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叫温德尔·史蒂文斯，是一位退役的美国空军上校。
退休之后，他把余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飞碟与外星接触的研究当中，搜集了世界各地大量的目击案例与接触者证词。正是他在1991年把欧穆内克的这部自传郑重地推上了美国的书架，也把他的名字带到了公众的面前。当然，这一切没有任何证据，没有飞船的残骸，没有金星的照片，没有任何可以拿在手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注定要被嘲笑，被质疑，被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他自己也说过一句很无奈的话，他说：我从不评判任何人，可我却是被评判的最多的那一个。可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拿不出任何证据，被主流彻底无视的女人，她的故事却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涟漪始终没有完全消散。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某个失眠的深夜偶然翻到她的书，又被那6个说法悄悄地攫住了心。没有人能拿出证据证明他说的是真的，可也奇怪，这么多年过去，竟也没有人能把他彻底的忘记。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拖着渐渐老去的身体，在欧洲各地做过不少演讲，向那些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他的金星，他的教导。他始终是接触者圈子里一个安静而坚定的身影。直到2009年，他中风了，从此半边身体瘫痪，他的传奇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一个编故事的骗子通常会把故事编得越玄越好，越讨好听众越好。可欧穆内克却在他的书里，在他的演讲里留下了6个非常具体的说法。这6个说法在当年每一个都像是天方夜谭，像是一个幻想症患者脑海里最瑰丽的泡影。可偏偏就是这6个天方夜谭，在接下来的35年里，一个一个的迎头撞上了人类最前沿的科学。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预言：金星曾经是一个活着的世界。欧穆内克说，金星并非从来就是地狱。他说，在非常非常久远的过去，金星和今天的地球一样，是一个能孕育生命的美丽星球，有山，有水，有生机。后来才因为一场剧烈的变化，一步一步坠落成了现在这副人间炼狱的模样。在1991年，这句话简直荒唐到了极点。当时所有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金星就是一颗死星，一颗从诞生之初就被失控的温室效应活活烤焦的星球。一个女人说她曾经适合生命居住，曾经有过湛蓝的海洋，没有人会把这当回事。这听起来就像在说地狱里曾经开满鲜花，岩浆里曾经游过鱼群一样可笑。可是科学的铲子挖着挖着，竟然挖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美国太空总署底下有一个专门研究气候的研究所，那里的科学家本来是用一套精密的电脑模型来模拟地球的气候变迁，后来他们突发奇想，把这同一套模型反过来去推演金星那遥远到无法想象的过去。他们不是只跑一次，而是调整了一个又一个的参数，跑了好几十次不同的模拟，调整着陆地与海洋的分布，调整着大气的成分，调整着太阳照射的角度。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模型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在金星的早期历史上，它很可能拥有一片浅浅的液态水海洋，地表的温度温和宜人，甚至足以让生命安然存在。而最惊人的是，这样一段适宜居住的好时光，竟然可能持续了长达20亿年之久。20亿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地球上的生命，从最初那个微不足道的单细胞，一路演化到今天的万物生灵，飞鸟走兽，山川人烟，也不过用了30多亿年。换句话说，如果金星真的有过20亿年的温和岁月与蔚蓝海洋，那么它就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从容地孕育出属于它自己的生命。科学家还原出的场景是这样的：远古的金星有大片青翠的陆地，有辽阔的蓝色海洋，天上飘着厚厚的云，那些云层恰好像一顶巨大的遮阳伞，为它挡住了过于猛烈的阳光。直到大约7亿年前，一场神秘的灾变降临了。最主流的猜测是，那是一次规模惊人的火山大喷发，把整颗星球的表面从里到外重新覆盖了一遍。从此，
海洋开始蒸发，水汽锁住了热量，温室效应像滚雪球一样彻底失控，金星才一步一步万劫不复地坠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炼狱。有科学家忍不住感慨，金星就像是地球的一个双胞胎姐妹，它们在同一片星云里诞生，个头差不多，成分也相近，几乎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是后来，一个成了生机盎然的蓝色摇篮，另一个却变成了密不透风的火炉。同样的开局，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金星那段失落的过去，与其说是一个遥远星球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面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沉默的镜子。你发现了吗？这跟欧姆内克说的几乎一模一样。他说金星曾是一个活着的世界，后来因为一场巨变才改变了模样，而科学家算出来的正是一个曾经温和，后来突遭大难的金星。更让人睡不着觉的还在后面。2020年，一组天文学家郑重宣布，他们在金星的云层里探测到了一种叫做磷化氢的气体。在地球上，这种气体几乎总是和微生物的活动紧密的相伴出现。这个消息一出，全世界都轰动了。可是，这个发现也立刻就引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有人重新分析了那批数据，说那根本不是磷化氢，而是仪器的误判，是一场美丽的乌龙。可另一批科学家又用新的观测再一次宣称，他们确实探测到了它的踪迹。就这样，你来我往，争论了一轮又一轮，谁也没能把谁彻底说服。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被这个谜团牢牢地勾住了心。紧接着，在2024年，又有研究团队宣称，他们在金星的云层中疑似探测到了氨气，这又是另一种有可能指向生命存在的信号。这些发现至今仍有巨大的争议，远远没有最终的定论，但它们已经足够让整个科学界重新沸腾了起来。人类甚至为此规划了好几艘全新的探测器，准备在未来一艘接一艘地冲向金星。为什么？因为一个惊人的事实摆在眼前，金星的地表是炼狱没错，可在离地面大约50公里的高空云层里，温度与压力竟然意外地接近地球的表面。那里会不会就是金星生命最后的避难所？当地表的天堂变成炼狱，会不会有什么逃到了天空之中，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分头准备，要在未来的几年里把全新的探测器送往金星。他们要做的就是一头扎进那片厚厚的云层，去闻一闻那里的空气，去尝一尝那里的成分，去亲手确认那些可疑的气体究竟是不是生命留下的指纹。要知道，发射一艘星际探测器是一件耗资极其巨大的事，人类愿意为了金星砸下这么一大笔钱，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金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问题了。当然，我们必须非常诚实，就在202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组研究者给这个美梦狠狠地泼了一大盆冷水。他们分析了金星大气的化学成分，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金星的内部太干燥了，干燥到它的表面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足够的水来形成海洋。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金星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片不毛之地，从未有过生命的机会。这盆冷水泼得很有分量，它提醒着我们不要因为一个故事太过动听就急着去相信它。科学真正可贵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允许甚至鼓励这样针锋相对的声音同时存在。一边说它曾经温和，一边说它从来干枯，两边都握着实打实的数据，谁也没有撒谎。而真相往往就在这样的拉锯与碰撞里，一点一点地被逼着现出它原本的形状。所以，金星到底有没有过生命？这场争论至今还在科学界激烈地进行着，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无论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已经彻底改变了，那就是今天再也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敢拍着胸脯斩钉截铁地说，金星绝对不可能有过生命。
一个曾经板上钉钉的死星，如今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欧穆内克当年那句被当成疯话的预言，如今竟然堂堂正正地站在了一条被主流科学认真对待的赛道上。第一个预言正在成真，第二个预言，我们其实是星辰的孩子。欧穆内克反反复复地强调一件事，他说，人类这个物种是宇宙性的，并不只属于这颗小小的地球。他说，生命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辽阔得多，它与遥远的星辰之间有着一条割不断的、看不见的联系。这话听起来很浪漫，可在科学上，当年的主流看法是很朴素，也很地球中心的。生命诞生于地球早期那一锅温暖的原始浓汤，在闪电的轰击与化学反应的搅拌之下，慢慢的诞生出了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分子。生命是地球土生土长的，这就是写在课本上的标准答案，故事到此结束。可是，这个标准答案正在被一块石头从最深的根基上动摇。这块石头叫做贝努，它是一颗近地小行星，是太阳系诞生之初就遗留下来的原始碎片。46亿年来，它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就像一个被冰封在太空深处的时间胶囊，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太阳系最古老的秘密。为了得到它身上的一点点碎屑，美国太空总署派出了一艘探测器，跨越了好几亿公里的距离，飞了好几年的漫长时间，才终于追上了它。探测器先是绕着这颗小行星仔仔细细地绘制了它表面的每一道沟壑，每一块巨石，寻找着最合适下手的地点。然后在一个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瞬间，它缓缓地朝着小行星的表面俯冲下去，伸出机械臂，轻轻地只触碰了那么几秒钟，就抓取了大约120克的岩石与尘土。那一次抓取，样本多到差点塞住了采样舱的盖子，碎石不停地往外飘散。接着，这艘探测器带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宝藏调转船头，又飞了好几年，踏上了漫长的归途。然后在2023年，这艘探测器用一顶降落伞把这份珍贵无比的样本稳稳地送回了地球，落在了美国犹他州的沙漠里。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整个科学界。科学家把这份来自宇宙深处、从未被地球环境污染过的纯净样本放到显微镜与各种精密仪器之下，一层一层的剖析。他们找到了什么？他们找到了氨基酸，而且不是一两种，是构成地球上所有蛋白质的那20种氨基酸里的整整14种。氨基酸是什么？它就是构成蛋白质的积木，而蛋白质几乎驱动着一个生命体的一切活动，从呼吸到思考到心脏的每一次跳动。这还远远没完，在这块石头里，他们还找到了组成我们遗传物质的全部5种碱基。换句话说，构成我们遗传密码的那些最关键的零件，那些一笔一画书写生命之书的字母，竟然完完整整的、静静地躺在一颗46亿年前的小行星上。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氨，还有甲醛，这些全都是合成生命分子的重要原料。一位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看着眼前的分析结果，忍不住形容，他们找到的是一锅极其复杂的有机分子的浓汤。到了2025年，科学家在更进一步的分析中，又在这块石头上相当有把握地辨认出了第15种氨基酸色氨酸。这是一种此前从未在任何地外物质中被确认过的氨基酸，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件破天荒的事。而到了2026年初，新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这些生命的积木甚至可能是在冰冷而充满辐射的极端环境里形成的，远比人们原先想象的要顽强得多，也要普遍得多。这意味着孕育生命零件所需要的条件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苛刻，那样稀有，它们也许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在默默地、悄悄地被制造出来。把这些线索全部拼在一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图像浮现了出来，那就是生命的基本原料根本不是地球的专利，它们广泛地散布在整个太阳系里，藏在一颗又一颗冰冷的小行星与彗星当中。而在地球诞生的早期，正是这些天外来客像一个又一个辛勤的播种者，
在亿万年的撞击与坠落中，把这些生命的积木一批一批地撒到了年轻的地球上。事实上，科学家在另一颗叫做龙宫的小行星样本里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这就更加说明贝努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外，而是宇宙的一种常态。而这又引出了一个更让人心头一震的推论：如果说生命的原料在宇宙里到处都是，被慷慨地撒得满天满地，那么在那无数颗我们还叫不出名字的遥远星球上，会不会也曾经或者正在上演着和地球一样的故事？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这宇宙里独一无二的奇迹，可这块小小的石头却在轻声地向我们暗示，或许我们只是一场早已写好的剧本里众多角色当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你听明白了吗？这意味着组成你我身体的那些最基本的元素与分子，那些构成你的骨骼、你的血肉、你的每一个念头的物质，很可能真的来自天上，来自那些冰冷的，在无尽黑暗中独自飞行了数十亿年的石头。想一想这件事，你会觉得既渺小又奇妙。在你端起一杯水，咬下一口面包的时候，你身体里那些最古老的原子，或许曾经在某一颗早已熄灭的恒星中心被锻造出来，又搭着一块小行星的便车，跨越了难以想象的距离与时间，才最终落脚成为了你的一部分。我们仰望星空，总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可那一整片星空其实一直就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自己的血液里。欧穆内克说，我们是宇宙性的，我们与星辰相连。在1991年，这只是一句空灵而美丽的禅语，而在今天，科学家正捧着一块来自太空的石头，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是星辰的孩子。第二个预言正在成真。第三个预言，少数人将会用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操控所有人。这是欧穆内克的教导里最尖锐也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句话。他说，地球此刻最大的病症就在于它的运作方式被一小撮拥有权力的人所牢牢掌控，他们操纵着也控制着其他所有的人。他说，这样一套旧的世界系统终将走到它的尽头。在1991年，这句话会被归到哪一类阴谋论？人们会说，这不过是又一个新时代的信徒，对着看不见的权贵在那里愤愤不平，发着牢骚罢了。可是，请你抬起头，看一看35年后的今天，看一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口袋里都揣着一块会发光的荧幕，我们以为是我们在使用它，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到底是我们在滑动它，还是它在牵引着我们。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新闻，每一个影片，每一则贴文，背后都有一套我们看不见的演算法，在默默地计算着什么东西最能抓住你的眼球，什么东西最能让你停不下来，什么东西最能挑动你的情绪，让你又爱又恨，欲罢不能，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恐惧，我们在深夜里偷偷搜寻的每一个字，我们在每一个画面上停留的每一秒，都被悄悄记录下来，变成一串串冰冷的数据，汇入到极少数几家巨型公司的伺服器里。他们比你的家人更了解你，甚至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他们知道如何让你掏钱购买，如何让你愤怒转发，如何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乃至自己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而随着人工智慧的崛起，这条看不见的锁链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巧，越来越无孔不入。如今，机器已经可以生成以假乱真的影像与声音，一句从未说过的话可以被安到任何一个人的嘴里，一个从未发生过的画面可以被制造得天衣无缝，连最亲近的人都分辨不出真假。当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开始模糊，当操控可以做到如此精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正活在一张看不见的大网里，却还天真的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并不需要一个躲在暗处的坏人来亲自操控，它已经变成了一套自动运转的系统，一套以抓住你的注意力为唯一目标的机器。你的时间，你的目光，你的每一次心动与愤怒，本身就是被买卖的商品。
在这套系统里，你以为自己是顾客，可实际上被摆上货架、被明码标价的，恰恰就是你自己。欧姆内克说的那条看不见的锁链，或许从来就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紧紧握在手里的，它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编织出来，又心甘情愿一起带上去的。更微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眼前看到的世界已经悄悄地变得不一样了。你滑到的内容和你邻居滑到的内容可能截然相反。久而久之，每个人都被温柔地关进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小房间，房间里播放的全是自己爱听的话，全是让自己更生气或者更安心的东西。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整个世界，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那套演算法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那一小角球。当千千万万的人活在千千万万个彼此隔绝的房间里，所谓的共识，所谓的真相，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拼凑起来了。我必须在这里说明清楚，这第三个预言并不像前面两个那样有冰冷的科学数据可以直接拿来证明，它更多的是一种对时代脉搏的观察与诠释。欧姆内克当年并没有预言出演算法或者人工智慧这些具体的东西，但是他所描述的那种结构，那种由极少数人通过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去影响与牵动亿万人心智的图景，却和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资讯时代吻合得令人不安。也许这正是这个预言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因为他说的根本不是金星，而是我们自己亲手建造并且一头钻了进去再也出不来的这个世界。第三个预言正在以一种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成真。第四个预言，那隐藏的非人接触终将被迫公开。欧姆内克说，地球从来就不孤单。他说，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来自其他世界的智慧生命在默默地观察着地球的一举一动，而他坚信总有一天这种接触会浮出水面，真相会被公开在所有人的眼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谁要是敢公开谈论这种事，谁就会被结结实实地贴上一个标签，幻想者或者戴锡箔帽的疯子。这是严肃的人绝对不会去碰的话题，是一个会瞬间毁掉一个人整个声誉与事业的禁区。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里，这道禁区的大门竟然被人从里面一脚踹开了。2023年，一件震动世界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名叫大卫·格鲁什的男人走进了美国国会的听证席。他不是什么民间的飞碟爱好者，他曾经是美国空军与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曾经是五角大厦相关专案小组的成员，是一个真正在体制内部待过的人。在庄严的举手宣誓之后，他向在座的国会议员们作证。他说，根据他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所掌握的讯息，美国政府藏着一个长达数十年的秘密计划，专门在回收并且逆向研究那些非人类来源的飞行器。而最让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接下来说的话。他说，在这些被回收的残骸旁边发现了非人类的生物遗骸。话音一落，五角大厦随即出面否认了这些指控，说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证实这些说法的证据。可是这颗巨石已经被狠狠地投进了那片看似平静的水面，激起的涟漪再也无法平息。到了2025年，美国国会再一次就这个主题召开了听证会。这一次又有好几位退役的军人鼓起勇气站了出来，分享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遭遇。他们描述了在执勤时于天空中亲眼看到的行为极其诡异的发光球体与飞行物。在一段被公开拿出来讨论的画面里，一枚飞弹击中了一个不明飞行物，然后那个飞行物竟然毫发无伤，继续沿着它原来的轨迹若无其事地向前飞行。在场的人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东西公众不被允许看到？这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仅如此，国会里还在推动着一项法案，要求政府解密所有与这些不明现象相关的档案，并且把它们公开放到网络上，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亲自查阅。一句曾经只属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口号，公开揭露真相，如今竟然被一本正经地
写进了美国的立法议程里。而这股要求透明化的压力，到了2026年依然在持续不断的升温，从未停歇。请注意，这里并没有任何官方的盖章认证，说外星人真的来过地球，争议与否认依然存在，怀疑的声音也从未消失。但是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那就是这个话题已经从一个会让人身败名裂的禁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里被反复认真讨论的议题。更重要的是，站出来的已经不再是一两个孤单的声音，一个又一个曾经身居要职的人，一位又一位在军队里服役过的老兵，前赴后继地走到聚光灯下，赌上自己半生的名誉，说出他们亲眼所见的东西。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当这样的证词越积越厚，那道曾经牢不可破的沉默之墙就再也捂不住了。一件事情从只有疯子才敢谈起，到连最严肃的政治家都不得不正视，这中间隔着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距离。欧姆内克当年站在演讲台上说，这种接触终将被公开。35年后，公开这两个字正一次又一次的在国会的麦克风前被人郑重的大声说出。第4个预言正在成真。说完了4个正在成真的预言，接下来的这2个方向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前面4个是科学在替他背书，那么后面这2个科学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回答。请你坐稳了，因为一个诚实的故事不能只讲对的那一半，更不能为了惊悚而藏起真相的另一面。第5个预言，地球将会扬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这是欧姆内克整套教导的核心，也是他最终的归宿。他称之为一场伟大的转变。他说，地球正在提升它的振动频率，正在向一个更高的维度缓缓跃升。他说，在未来，地球将会服务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旧的世界会彻底结束，而一个全新的实相将会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展开。这个说法听起来宏大而美丽，充满了希望。难怪许多新时代的信仰都不约而同地共享着这样一个关于扬升的甜美梦想。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到科学那架冷冰冰的天平上，问题立刻就来了。什么叫做维度的跃升？什么叫做振动频率的提升？这些词汇听起来很科学，借用了物理学的外衣。可是，一旦你想要真正的去测量它，你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没有任何一台仪器可以测出一颗星球的灵性频率，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可以验证地球是否正在迈向另一个维度。它无法被观测，无法被计算，也无法被推翻。它就像空气一样，你能感觉到，却怎么也抓不住。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预言成了一块最特殊的试金石。它不像前面那几个，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它稳稳地待在信仰的那一边，待在一个科学的手永远也够不到的地方。你信，它就是真的；你不信，它就什么也不是。它的真假从来就不取决于任何一台仪器，而只取决于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份选择。而这正是它和前面4个预言最根本的区别。金星有没有过海洋，可以用模型去推演；石头里有没有氨基酸，可以用仪器去检测；国会有没有开过听证会，白纸黑字，有据可查。可是地球的扬升却飘在一个科学完全无法触及的角落里。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假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检验一个本身就无法检验的东西。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绝对不能说它正在成真，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证据能够告诉我们，这场所谓的伟大转变真的在发生。所以，对于第5个预言，我们只能诚实地说，它依然只是一个信念，一场美丽的梦。它或许能在深夜里安慰那些疲惫的人心，却只能站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迟迟无法进来。它尚未成真，而且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它究竟是真是假。第6个预言，月亮是人类心智失衡的根源。这是欧姆内克的说法里相当奇特的一个。他说，地球之所以充满了动荡与不安，
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那就是他头顶上那唯一的一颗月亮。他说，月亮在天上运行的时候，会对地球上的人们施加一种此消彼长、来来回回的影响，悄悄地搅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这个说法其实骚到了人类一个很古老的痒处。从远古时代起，无数的文化与传说就把满月和疯狂、失眠、躁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古老的语言里，疯狂这个词本身就和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连今天还有非常多的人深信，每当满月的夜晚，医院会更忙，急诊会更多，人会更睡不着，情绪也会变得更不稳定。听起来似乎还挺有道理的，对不对？可是这一次，科学给出了一个相当干脆利落的答案。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学家决定要彻彻底底地查一查这件事。他们不是只看几十个人就草草了事，而是分析了超过1200位志愿者，总共2000多个夜晚的详细睡眠数据。除此之外，他们还特意翻出了大量过去那些从来没有被正式发表过的研究结果，把总共超过2万个夜晚的睡眠记录全部加在一起，重新计算了一遍。这是一个规模庞大到几乎不可能出错的调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找不到。他们明确的、毫不含糊地说，在人类的睡眠与月亮的圆缺盈亏之间找不到任何具有统计意义的关联。月亮并没有让我们睡得更差，也没有让我们变得更疯。那为什么过去总有一些研究声称发现了月亮的影响呢？科学家给出的解释非常有意思，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偏差所造成的假象。当一个研究碰巧发现了月亮的影响，它就很容易被发表出来，被报道出来，引人注目，被大家兴奋地转来转去。可是当无数个研究发现月亮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的时候，这些平淡无奇的结果就被默默地塞进了抽屉的最深处，无人问津，也无人提起。于是我们听到的永远是那些声称有影响的少数声音，久而久之便误以为月亮真的在背后操控着我们。说到底，所谓的满月使人疯狂，更像是我们的大脑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小把戏。当满月的夜晚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会特别的记住它，并且把它一股脑的归咎于那轮明晃晃的月亮。可是当一个平凡无奇的夜晚同样发生了怪事，我们却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不会去怪任何人。我们的记忆悄悄地替月亮编造了一个他根本不曾犯下的罪名。所以对于第6个预言，科学的态度比对第5个还要明确。目前规模最大也最严谨的研究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月亮并不会搅动我们的心智。这个预言不仅没有成真，反而被科学的证据轻轻地否定了。好啦，6个预言我们一个一个地全部看完了，让我们把它们重新排在一起。金星曾是一个活着的世界，正在成真。我们是星辰的孩子，正在成真。少数人用看不见的锁链操控众生，正在成真。隐藏的非人接触终将被迫公开，正在成真。而地球将扬升到更高的维度，尚未成真。月亮是人类失衡的根源，被科学否定。6个里面有4个正在以各自的方式与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发现遥相呼应。当你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确实会让人脊背发凉。一个在1991年被当成疯子的女人，怎么会说中这么多？难道她真的去过金星？我知道，看到这里，你的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发毛了。一个没读过多少书，被所有人当成笑话的女人，怎么可能在30多年前就把今天的科学头条一条一条的提前说了出来？这种巧合未免也太吓人了。如果你此刻正有这种感觉，那很正常，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逼着自己冷静下来，把激动先放在一边。但是作为一个认真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狠狠地踩一脚刹车，然后冷静地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些预言真的有那么神吗？让我们仔细地想一想，生命来自宇宙，星球的环境会发生变迁，
权力会慢慢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类渴望与其他文明接触。这些主题难道是欧穆内克第一个想到的吗？并不是。早在1991年之前，金星曾经比现在温和许多的这个猜想就已经在科学界悄悄流传了好几十年。生命的种子可能来自天外的这个想法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它在科幻小说与科学论文里反复出现过。换句话说，这些看似惊人的预言，其实很多都早已飘在当时的时代空气里，根本不需要来自金星才能说得出来。一个敏锐的人，只要博览群书，用心倾听，就足以捕捉到这些正在酝酿的念头。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玩一个悄悄挑选的游戏？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寻找规律，喜欢把命中的部分拼命放大，把落空的部分悄悄忽略。当我们看到4个说中了，我们会兴奋地大喊：太神了，太准了。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悄悄地把那些模糊的、说不清的、根本无法对应的部分轻轻地跳了过去？要知道，一个足够模糊的预言，总能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找到一些看起来刚好吻合的现实，这是人心最容易也最乐意掉进去的陷阱。心理学上早就反复验证过这件事，你只要给一个人一段足够笼统的描述，比如你的内心深处其实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不安，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频频点头，觉得这说的简直就是自己。预言之所以灵验，往往不是因为他说的有多准，而恰恰是因为他说的刚好足够模糊，模糊到无论未来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大脑总能自动地替他找到一个对得上的解释。说到底，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验证一个预言，我们是在亲手帮那个预言圆上它的谎。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这一切能证明它真的来自金星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欧穆内克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真正精准的、带着具体日期的、只有外星人才可能事先知道的预言。他没有说出哪一年会发生哪一件具体的事，没有说出哪一场灾难会在哪一天降临。他说的全都是一些宏大的、方向性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恰好与后来的科学发现吻合。这更可能说明的是，他敏锐地抓住了人类思想当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母题，而不是说他真的握有来自另一颗星球的秘密。所以到这里，理性的结论其实已经很清楚了，那4个预言的成真是一种迷人的巧合，是时代思潮与科学进展的一次美丽的共振，而不是外星接触的铁证。可是故事如果只讲到这里，又似乎少了那么一点点什么。因为还有一个问题，理性始终回答不了，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这6件事会如此顽固的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视野里？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总是忍不住去想象生命来自遥远的星辰，总是隐隐的恐惧，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操控着我们，总是热切地渴望着我们在这浩瀚到令人发晕的宇宙中并不孤单，又总是模糊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似乎正站在某种巨大转变的门槛之上。也许欧穆内克的这6个预言真正映照出的根本就不是金星，而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内心。它照出了我们对宇宙归属感的那份深深的渴望，照出了我们对失去自由的那份隐隐的恐惧，也照出了我们在这片冰冷的宇宙里不甘心孤独的那份固执的温热的希望。你看，我们害怕自己是渺小的，是偶然的，是这宇宙里一个无足轻重的意外，所以我们多么希望自己是星辰的孩子，是被精心安排才来到这里的，是某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也害怕自己活得不明不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来搡去，所以我们既恐惧那条锁链，又隐隐地期待着有一天能有什么力量把所有的真相彻底地掀开。欧穆内克的6个预言之所以能在35年后还让我们心头一颤，靠的从来就不是金星，而是它精准地戳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那几根最敏感也最柔软的弦。
那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人，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去过金星，但是她说出的那些话，却像一面奇异的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一个地球人心底最深处的那些梦与那些不安。她或许不是金星的使者，但她却意外地成了我们人类自己的一个诚实的记录者。从这个角度看，她到底有没有来过金星，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像一个信使，替我们把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敢大声说出口的渴望与害怕，端端正正地摆到了桌面上，逼着我们去正视它们。35年过去了，金星依然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的天空中静静地、明亮地闪烁着。它到底藏着怎样的过去，我们还在苦苦地追寻。而那6个预言，4个正在成真，2个依然如谜。至于那个最大的问号，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荧幕前的你自己去思考，去回答吧。你相信吗？又或者说，你愿意相信吗？欢迎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你心里的那个答案。